那么从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那么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可以称得上旧貌换新颜，也越来越多的得到世界大多数国家这种认可。但是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不都是我们想象那样光辉灿烂美好，而某些方面的形象呢，咱们可以说得上形象不佳，人家不认同你。哪方面呢？今天我就给大家说一个控烟，就是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用我们老百姓话说就是禁烟。在这方面中国在国际上形象不佳。你看前两天11月15号到20号期间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啊，在乌拉圭召开了一个全球控烟工作会议。在这次工作会议上呢，就一个叫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的具体实施细则呢，参与国展开了一个讨论。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是2003年的时候中国加盟，到现在为止呢，世界已经有171个国家，就大多数主流国家都已经加盟了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吸烟危害健康，那么烟草行业如果蓬勃发展的话，吸烟的人越来越多，那么我们的健康谁来保护呢？有的人说，那我抽烟我愿意，我就喜欢抽烟，抽烟又不违法。你抽烟是不违法，旁边陪你抽二手烟的人招谁惹谁了？所以就是说，人的健康权高于你这个抽烟人的自由权利，也高于烟草行业的这种利益。那么这一点我相信不用我多说，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朋友，甭管你是不抽烟的还是抽烟的，你心里都会认可这个，就在全球范围之内对烟要控制，要控制烟草行业的发展，这是到现在为止世界上的一个共识。那么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171个会员国，我们2003年加入，然后2006年1月9号全国人大立法批准，就是我们最后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这不一晃到明年1月9号，这就是5周年了，加入这个公约。这个公约是每隔2年开一次会，这是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组织的。那么这次呢，在乌拉圭开，可这次会上啊，中国这个代表团不怎么受欢迎。包括2年前2008年在南非德班也召开了一次这样会议，中国也是不怎么受欢迎。那次中国不受欢迎，还连续好多天被评为什么叫最脏烟灰缸奖。因为什么？我们在这个烟盒上面啊，没有把那个吸烟有害健康放到50%这么大的面积，也没有出示那些警示图片，比方说由于抽烟差点就熏飞了的肺部，咱没有这图片，就是一个吸烟危害健康，画一趟线拉倒。所以这个呢，当时在会上提出来的时候呢，咱们中国代表团还做了一些辩解，所以这个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一些控烟人士的反感，把这个中国代表团评为最脏烟灰缸奖。所以那一次2年前的那次代表大会上呢，当时代表大会提出，第一个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第二个烟盒上要至少50%的面积有警示标志，有图标还有文字，第三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烟草促销、烟草赞助。但这3条呢，中国代表团反对说我们中国有中国国情，烟草企业都是国企，没法按你那办。结果大家很反感。那么2年之后，这次乌拉圭这个会议上又提出来呢，要控制烟草里的成分添加，就甚至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同时对烟草里有什么成分信息要向大众披露。这个呢，中国代表团又反对，而且反对的很强硬，说照这么搞我们企业都被搞死了，不符合中国国情。说总而言之，这次中国是勉强，最后少数服从多数嘛，同意了大会通过这个协议，可是并没有获得协议国的广泛赞赏。我说了，明年1月9号那就是我们加盟这个框架公约5周年，咱们有承诺，这5周年我们要实现什么？明年就要向世界展示。我们怎么承诺呢？到5周年的时候，中国所有的这个工作场所、公共场所，再加上这个公交工具，你比方说公共交通工具、大汽车什么，这上面要全面禁烟，禁止吸烟。也就是说明年1月9号我们必须达到这标准。
咱们每个人睁开眼睛看看你周围，做得到吗？你到商场，甚至到影剧院，到什么地方或者公开场所，你看看抽烟的人非常多。那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呢？咱们别的方面打样事业做得很好，怎么这方面就不行呢？还是那两个利益。咱们大伙都知道，如果这个县或者这个地市有个卷烟厂，它保准是这个地方利税最大户。现在烟草行业的利税占我们整个一年就是财政收入的9%，你琢磨琢磨这是多大的比例这的。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控制烟草难就难在这个利益上。说为什么我们这几年都达不到人家烟草框架公约里提那些呢？这是因为它有一些提法恰恰触动了中国烟草行业的利益。咱就拿这个2年前德班那次会议吧。第一条说要防止烟草企业影响公共决策，恰恰中国的烟草企业全是国企，那国企影响公共决策在我们看屡见不鲜。比方说我们现在烟草叫专卖，有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个机构，这个机构跟中国烟草总公司是什么呢？是一套班子两块牌子。这烟草专卖总局跟中国烟草公司其实是一回事。更为严重的是什么呢？原先咱们加入这个框架公约的时候呢，说哪个机构是履行这个公约，就是说我在国内我主抓这个控烟戒烟，是哪个机构呢？是工信部，那个时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那么当时的烟草专卖总局呢归发改委管，所以说这两个不是一个部门。那么控烟有的时候呢还好办一点。可是2008年以后呢出现变化。我们说2008年年底呢，咱们搞了一个大部制，几个部委合并，把国家烟草专卖总局合并到工业和信息化部里边了。这烟草专卖总局的一把手呢成了工信部的党组成员，所以这一下子变成什么了呢？工信部相关的禁烟控烟的一些措施呢，基本上都是由烟草专卖总局去执行的。所以这个形成了一个什么后果呢？你想想，烟草专卖总局是卖烟的，希望这个烟呢能多挣钱，你让他去控烟，就等于你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好事都他一家的了。再一个，我刚才说那个烟盒上面要有明显的吸烟有害健康的标语和警示图标，这个咱们当时顶着，因为上头下来一看，世界卫生组一看，人家国家的烟盒，你看我去国外看过，那烟盒上面吸烟有害健康的下边是一个图标，这个图标是什么呢？经常是两个骨头上面架个骷髅头，表示死亡离你很近。再不就是熏黑了的肺，有的更甚的呢，把你哪个部位烂了，因为抽烟不好，搁在那上面，是我们承认看了恐惧恶心，可是这个效果不正是戒烟要达到的吗？所以为了能够警示大家，上这种图标是非常必要的。很多国家这么搞了，咱们明明承诺这个了，没实现。你看咱们烟盒全是名山大川，风景如画，你看这个东华呀，什么中南海呀，红河红塔山，这都是这样标吗？你写没写吸烟有害健康？有，根本没达到占30%到50%那么个地方，而且就画上细线，上写吸烟有害健康，胡言乱语。所以当提出这个时候呢，咱们的代表团振振有词啊，我们就认为你往上搁那个熏烂的肺放到那，那是对大众的一种侮辱和不尊重，那是恐吓人。我们放名山大川，宣传我们民族文化，怎么的，如何的，振振有词。所以当时南非德班大会给了中国代表团一个最脏烟灰缸奖，我认为这个批评是非常中肯的。咱们现在为止，你看外头的烟盒上面，大家抽烟的烟民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占了多大比例？没达到。第三个，说这个禁止任何形式的烟草广告、促销和这个赞助，这点咱们做的更不好。咱们的广告里头规定，广告法里规定，仅有5类的媒体不能登这个烟草广告，就是广播、电视、报纸、杂志，什么这些媒体不能登，还有电影。可是问题是呢，咱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出了很大的差错。你比方说电影电视剧里头有一些细微的反映抽烟的，咱不禁止。有不少朋友看过《新上海滩》，黄晓明、孙俪演那个黄晓明演的那许文强，眼看都快死了，还得掏出根烟抽来的，显得他英雄风范，特别潇洒，抽着烟，对青少年影响多坏。
包括你看姜文拍的一些作品里头，总这么叼这个烟，英雄形象，这些咱们广电总局并没有发文明令的禁止，只是提出一些建议。为什么广电总局不能发这文？因为咱们立法层面没有完全对这个，就全国人大常委会没有对禁烟这方面立出相关的法规。所以你看这个广告，电视里头更是，咱们这广告法里呢还不禁止烟草企业的延伸，是电视里边没有直接做广告的啊，抽了我这烟怎么的，没有这个。但是你看全国所有大品牌的这个烟草企业都在电视台里有广告，他广告绕了个弯，比方说我这企业就是卖烟的，我呢再成立公司，我就说我搞房地产，我就说我搞这个搞那个，然后我经营范围扩大了，当然他的利润会100%来自烟草，那俩部门都亏钱他不管，这样往上申报我是综合的一个集团了，我不是光干烟草的。所以你看电视台里什么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什么利群为了什么美好的生活，什么大红鹰怎么地，基本上这就是烟草广告的延伸。所以说在广告这个层面咱们做的非常不好，尤其是你看那凤凰卫视那个栏目冠名那些有名的栏目，什么芙蓉王什么什么，大红鹰什么什么，红河什么什么，几乎让烟草给包了，凤凰台就成了个烟草台。我对这个现象我很看不惯，你在这方面如果做不好的话，我认为愧对电视媒体对公众的这种媒体上的道德良心。所以咱们在广告这块呢不加多少禁止，不仅这方面，在这个促销这块咱倒是不让烟草的企业随便促销，那么在赞助这块有的烟草企业很聪明，他努力的参加各种公益事业啊，什么母亲水窖我捐款，汶川地震我捐款，可是这个捐款你看起来是个好事不一定，由于他捐款树立了良好的社会形象，无形间使他的品牌效应放大了，使很多人就想抽他这个烟，甚至有青少年看了这品牌以前不知道，知道了呢我也抽烟。咱们中国现在 3.5 亿烟民，这是主动抽烟的，被动吸烟的还有 5.5 亿烟民，也就是说我们13亿人口都有9亿左右受烟草的这种戕害。你想尤其是青少年和一些女人现在开始抽烟了，这个问题很严重的。但是烟草企业它这种营销促销，它手伸到了公益行业当中。好在呢我们全国控烟有一些专家，有些有识之士。2008年11月份的时候呢，咱们民政部主搞了一个中华慈善奖，就对于慈善事业当中表现突出的，当年不是汶川地震吗？结果呢有烟草公司就进到这里边去了，就是中国烟草总公司，就国家烟草专卖总局这边的，他就进到这里头的。进到这里头之后，这些控烟人士坚决反对，最后呢逼着民政部呢把这个他的获奖资格取消了，而且也规定今后烟草企业是不能入选中华慈善奖的，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转过年2009年7月份的时候呢，这些控烟人士又召回上海世博局，就办世博会这个机构。当时世博会呢，中国馆我们都知道，中国馆的建设资金里头有2个亿来自上海烟草公司的捐赠，就是出中华那家，中华咱们都知道这烟牌子很有名，捐了2个亿给世博会建中国馆。这样在控烟专家的这种建议之下，社会呼吁下，世博局呢把这2亿的钱退给烟草公司。为什么？人捐助中国馆，中国馆就有它的标志，说你要捐助行，你捐助不留你的标志行不行？他又不干，企业行为吗？这是。所以那么你搞的这种捐助就不能让烟草企业占，你这里有利益的共享的成分，所以最后呢把这笔款退回去了，这是个了不起胜利。当年不还有济南那个11运会吗？全运会，全运会也在烟草控制人士的关注之下呢，全运会组委会退掉了6家烟草公司的捐款。所以说这些呢都是我们社会上的控烟人士在这方面做出积极反应。所以这一点呢，世界卫生组织呢也在这个利益的问题上呢也盯着中国政府，看你做的怎么样。烟草广告促销与赞助模拟听证会12号在北京举行，法学专家、政府官员、普通烟民以及烟草企业的代表共20多人，就烟草广告的危害及全面禁止烟草广告的立法问题进行了讨论。
著名控烟专家吴一群教授呼吁，应该严格禁止烟草企业冠名希望小学和贫困助学金。那么我刚才说这3条，这还是2年前的德班会议。这次为什么中国这个代表团声誉又不太好呢？很主要原因，这次不提出来控制烟草添加成分吗？什么意思呢？现在中国这个不多，世界范围你看加拿大、美国呀，美烟那个烟呢，经常里头你一抽有果味儿、有巧克力味儿、香草味儿，这个很受一些女士欢迎啊。这里头添加这种成分，烟草业的影响就扩大了。所以这次开会要禁止在烟草里添加一些有吸引力的成分，这个中国代表团又坚决反对，而且反对态度很强硬。有人说这个中国现在我没看到哪种烟有果味巧克力啊，为什么中国代表团这么反对呢？咱们提出理由说我们中国国情，你得一步步来，要不企业都搞死了。这话背后潜台词是什么呢？咱们现在啊，有没有烟草添加成分？有。你比方我记得是，你像这个中南海这牌子、金盛这牌子，都出过那种烟，里边呢添加中草药。咱们仅有是不到1%左右，烟草里头添加了中草药。说你不到1%，你那这么强硬反对这干嘛呢？最严重的事就在这儿，因为烟草专卖总局主持的控烟工作，它的出发点，第一个是不影响生产和销售，该生产该卖挣钱。我通过什么来控制烟呢？我往里加这个中草药成分。所以中国这个烟草专卖总局控烟是什么事儿呢？叫减害降焦。就咱们经常有时候看烟盒上写焦油含量低什么的，说降低焦油含量，其实这个是骗人的。为啥呢？焦油含量一低，你就不愿意抽烟。咱们有的你只要抽烟袋啊、烟斗，有的时候没烟你都愿意闻味儿什么，那么这转圈叫烟油子吗？那里就含有大量焦油，抽那样过瘾。一旦焦油含量低了，倒不爱抽了。而且世界卫生组织研究证明，焦油含量高与低对人体的危害差不了太多，所以这实质是骗人的。减害这块呢，减害降焦嘛，减害什么？烟草专卖总局说我里边给你加上中草药，把你的成分中和了，就不那么有害了。这其实跟什么一样？跟你抽出毛病来，有病买药，和我前面就把药搁里头，那不一回事吗？所以这一点，如果要禁止烟草里添加成分，一下子就把烟草专卖总局所谓控烟最有力的措施给堵死了。你只能降低生产、降低销售，咱利益受到侵害。所以有人说，现在中国参加这个烟草框架公约的代表团是代表烟草企业利益的，我认为这话说的不假。那有人说这个控烟就那么难吗？啊，中国政府为什么现在不努力呢？有的人说不是中国政府不努力啊，老百姓不干呐。你讲我是烟民，凭啥你不让我在这个地方抽烟呢？我有我的自由啊。确实，吸烟人的自由和不吸烟人的健康之间孰轻孰重，这个咱们大伙都清楚。但问题是呢，它是现在生产烟和消费烟在我们国家不是违法的行为，那么不是违法行为，你就得给这些人开辟一个空间。所以说这个事儿在社会争论是很大的。那人抽烟的人就该死吗？啊，哪儿也不让抽，我憋死算了，对吧？他也有他的自由。怎么看待这问题？这个是一定得随着社会的进步，在道德法律层面大家的素质提高才能。你就说香港原先也有过这时候，抽烟的人抽着烟，我凭什么戒烟？你们这不对，大家争论的很激烈。可是社会放开争论了那么几年以后，包括一些吸烟的人都认为戒烟有必要。为啥呢？大家讲究中国人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咱们有不少男同胞戒烟是怎么戒的？家里老孩子反对，说你在这抽烟，在家里头我们都跟你熏着，我们都熏出病来了。你想自个儿老婆孩子别危害他们健康了，戒了吧。你能疼自个儿老婆孩子，那别人的老婆孩子就不是老婆不是孩子了。咱们要提高自己的素质，就从这儿开始。我抽烟不危害自个儿家人，你就危害人家家人吗？所以这种意识随着我们全民族文明素质提高，这个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了，甚至一些抽烟的人都同意戒烟。另外呢，有些娱乐场所，比方饭店不让抽烟，有人不来了，这饭店老板反对这个。时间长了，香港的老板就发现了，
咱们说中国人讲究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吃完饭习惯的叼上一根，这样在饭店里边吃完饭抽烟就得半天功夫，一禁烟了不让抽烟了，吃完饭也不抽烟，马上走了，一走省时间了，人走了新一波来了，翻台率高了，他倒挣钱了。哎，所以说一点一点大家就接受了禁烟这个，香港现在就搞得不错。2004年，爱尔兰成为全世界第一个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国家。2006年，英国100%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目前，加拿大7个省和地区全部禁烟。2007年，香港所有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北京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未来将有更多人受到无烟法规的保护。所以我们现在呢，其实社会已经发展到了那种文明素质足够支持在公共场所禁烟的时候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政府迟迟没有立法说这个事儿呢？我认为里头有强大的利益驱动，就是我前面说的，烟草行业带来巨大利益，9%的财政收入没了这块怎么办？尤其地方政府指着这个烟草当利税大户了。咱们也知道，以前全国利税大户多少年都红塔山那一家卷烟厂。所以这个利益咱有时候咱政府舍不得。有人说那也不对，政府不得为老百姓服务吗？哎，这话你得怎么看？只有受监督的政府，他才100%的能为老百姓服务。所以这一点呢，咱们一定要认清，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好人政治的问题。什么叫好人政治呢？西方好多国家设计先假想政府是坏人，我要用制度约束他。我们有时候是先假想政府是好人，这官肯定就得为老百姓服务。要如果都那样的话，中国就不会有贪官了。所以这好人政治有个危害，你先假想他一定会为老百姓服务，一定意识形态是先进的，一定为人民服务，那么他的权利往往不受监督。那么怎么样规范他呢？就需要在政府之外给他加上一个壳，加上人民群众的监督。在体制内对他监督还不够，体制外也要有强大的监督政府权力的力量。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公民一定要有这样一个意识，我们的政府是需要监督的，只有经过监督的政府，他才有为老百姓100%服务的这种冲动。号称史上最严的控烟令开始在北京市执行了。那么概括起来说呢，就是凡是带顶带盖的地方，凡是露天人多的地方都不能抽烟。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号称史上最严的戒烟令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称它为最严。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于6月1日在北京正式实施，被称为史上最严禁烟令。那么它究竟严在哪儿呢？根据该条令规定，禁止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内区域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未能在营业场所禁烟的商家将被处以最高可达1万元人民币的罚款，违反规定的个人将被处以最高200元罚款。而禁烟范围除了中小学校、医院、商场等，甚至涵盖了酒吧、夜总会等休闲娱乐场所，而且在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宫及其周边100米内售烟也是违法行为。此外，条例中将各单位法人作为控烟第一责任人，被称为落实责任最严，详细约束售卖烟草的对象、范围和方式，在禁售方面也达到最严。民众根据北京控烟令内容，将其总结为带顶带盖的地方不能吸，露天人密的地方不能吸，堪称史上最严禁烟令。那么刚才我们把这个条文具体的解读一下呢，你会发现呢，为什么说它是最严的呢？因为以往呢，我们看到公共场所的这个禁烟呢，全国大概至少有1半以上的城市都出台过这个，而且包括这个工作场所、公共场所的这个禁烟呢，也在很多的地方呢得到了共识。你像去年3月份，深圳呢就推行了一个这样的禁烟令，包括这2个地方，公共场所、工作场所。我国的禁烟之路可以追溯到1987年国务院颁发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内禁止吸烟。这是改革开放以来首次由国家层面颁布的公共场所禁烟令。
随后，在1991年，卫生部发布了《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其中第28条要求，影剧院、体育馆、商店、公共交通等14类场所内禁止吸烟。2003年，我国参与签署联合国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并且承诺对此采取行动，由此开启了我国禁烟的新纪元。但是这次北京市出台这个，为什么是最严的呢？他把酒店、餐馆甚至娱乐休闲场所都列到里边了。因为以往我们看公共场所、工作场所，这好像禁烟大家都能理解，但是你说饭店一律不准抽烟，这个很多地方极难推行。而且这一次你看，连这个酒吧、夜总会，包括什么桑拿呀、洗浴啊、足疗啊、休闲会所等等，都不准抽烟。那么所说的最严，指的就是这个层面，就是在我们感觉好像茶余饭后了、休闲的地方了，好像这样地方，就即使你说控烟，也应该分出这个可吸烟区和不可吸烟区就完了。但是一律一刀切，都不准抽烟。这个以前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都没有出过这么严的戒烟令。那么有很多北京市的烟民呢，对这事很不满，说这有点太严了，也不这我们这烟民也太遭罪了。其实呢，这个我们倒谈不上说烟民这样的要求有正当性。为什么呢？首先我们看呢，北京啊，总共有419万烟民，他这个成年人的吸烟率呢，占整个人口的大概23%左右，就2000多万人里头，将近1/4是抽烟的。那么这仅仅是抽烟，因此受二手烟危害的人多少呢？加到一块都有1000多万人。不光北京，吸烟在全国都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作为烟草消费大国，我国烟民数量超过3亿人，占全世界烟民总数的30%以上，位居世界之首。众所周知，烟草几乎可以损害人体的所有器官，吸烟会导致肺癌，引发心脏病、高血压等慢性病。吸烟在危害抽烟者本身健康的同时，空气中的二手烟还会影响非吸烟者。二手烟除刺激眼鼻和咽喉外，它也会明显的增加非吸烟者患上肺癌和心脏疾病的机会，严重伤害人们的身体健康。在我国，每年因与烟草有关的疾病死亡人数在100万左右，而如果吸烟率保持不变，死亡数字将在2020年前增长到220万人。所以就我们说烟民呢是有抽烟的自由，但这个自由限制在什么上呢？你在私人场合，你自己家里关起门来你抽烟，那么这个时候你在私人场所里法律是管不着你。问题就是呢，你要在公共场所、工作场所的时候就有问题了，因为你抽着烟能让那些不抽烟的人一下受二手烟侵害了，也就是说你抽烟的自由大不过人家健康的权利，就是你影响了别人的权利，影响了别人的健康，这是不可以的。所以就是这个最严戒烟令的出台，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是完全合理的。所谓烟民在这叫屈呢，反而倒是不合理的。那么说这个名正言顺应该推行，是不是最终就能在北京市起到这个戒烟的效果呢？从而像这个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工作人员说的，说北京在这方面我们看到了令人惊喜的进步，走在了世界前头。最终效果能不能达到呢？咱们可以给大家仔细分析一下。首先一个，北京市出台这是个地方法规，其实对禁烟这方面还没有完全的达成一种严厉意义上的共识。为啥呢？咱们前不久做过一期有关烟草税上调的这件事情，那里边我就给大家做了详细分析。各个地方对烟草行业往往依赖性非常强。你像世界范围之内，说烟盒上面都印啥，至少1/3面积要印上吸烟危害健康，然后呢图案呢那得是对肺呀、对牙齿的侵害，让你一看都恶心，不想抽烟。可是我们的烟盒上什么呢？大好河山，美好的这个祖国的这个山山水水，漂亮的植物、漂亮的动物，都这类的。就在这方面咱们跟国际上达不到同步，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宏观的层面我们还没有对最严戒烟令达成共识呢，这是宏观层面。我们再从具体的层面来讲，
就是我们现在对于在这个夜总会呀、酒吧呀、休闲场所啊，乃至餐馆这些地方要不要禁烟，完全禁烟，现在达不成共识。有那么一个调查统计显示啊，这个很有意思，就说我们说公共场合禁烟，大家都举手同意啊，包括呢医院呢、学校啊、公交车呀、火车上禁同意，这80%以上的人都同意，连烟民多数都同意。那好，再往下延展，说工作场所禁烟，马上就下降到60%同意，有20%撤了。为啥呢？工作场合，咱们烟民有几个不在工作场合抽烟的？把门一关，烟灰缸开抽，或者说单位里头那厕所在那开抽，其实呢都属于公共场所、工作场所。这下把工作场所进来，就下降到60%支持了。说再往下，餐馆到饭店吃饭，这时候也不能抽烟，这时候完全支持禁烟的只占到了30%。就说在这个问题上就达不成共识。就我们知道，任何一项法规，如果仅仅是30%的人支持，那70%都不同意，这样的法规想推行得多难呢？有的人说那不对呀，怎么的？你看麦当劳、肯德基里头，你就看不着抽烟的，那凭啥中国这餐馆里头就突云突兀呢？不是那么回事。麦当劳、肯德基啥是快餐？咱们看中国式的快餐，不是老外的真功夫，中国式快餐吗？里边也没有多少人抽烟，为什么呢？这快餐呢，它不利于抽烟。你上来就吃，你到那干啥？饿了，你不是为到那抽烟的，所以你得先吃。等吃饱了，完了速战速决，完事了，那我出门再抽不？我在这坐着干嘛呢？就快餐是速战速决的，它不利于形成这种抽烟的环境。但是大多数中餐馆什么呢？围桌，一个圆桌，又有酒又有菜，一顿饭吃挺长时间，慢慢品，慢慢拿，就喝着酒都得慢慢来。所以这种情况下，只要桌上有超过2个烟民，保证我敬你一颗，你敬我一颗，抽的不亦乐乎。所以就是我们的餐饮文化本身就有容纳吸烟的这种基因，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再有一个，抽烟在中国社会里头，有时候是一种礼节式的一种仪式，就往往通过这个呢，大家能快速获得认同感。你比方说，你跟一个人不太熟悉，你找他办事，往往说，您抽烟吗？抽，来，你抽我这个。说这啥35呀，我也抽硬烟，来吧，点着了。啥？这硬烟好，为啥？抽软烟我咳嗽啊，早上起来痰多，抽这以后挺好。对，这也不错。这纯35更好抽。有什么事吗？你再来一根啊。有这么点事，小事啊，求求你啊。俩人就聊上了。就说这个东西有时候是社交场合当中短平快的进入交谈语境的一个重要方式。另外我们看，在这个餐馆以外，包括酒吧这些地方，抽烟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有人说那不怕，咱执法严格，说西方国家都有这样先例。法国2007年说禁烟，很多法国人认为呢，喝咖啡、抽雪茄这种生活方式，你这咖啡馆这一旦要实行禁烟的话，那完了，那没人来了。所以有很多的这个咖啡馆的经营者和这个烟民的抵触这个，但是法国不在乎那个。法国当时派出了175000多名警察来管这个事儿，干啥呢？只要在这些场合看到你抽烟，个人罚450欧元，450欧元呢，人民币好几千呢。经营者至少罚750欧元，7、8千块钱。当时就用这种方式硬性推行，到底把这烟给绝了。有的还举新加坡的例子，你这学校要是哪个学生抽烟不录取你，出租司机抽烟吊销你执照，要个人在公共场合抽烟抓住怎么办？不光罚款，还打板子呢，就鞭刑。说是打板子咋？谁打？机器人打，有时候啪打过去2下子，体格弱都打休克了，那不要紧，送医院去治去，治好了回来剩那2板子还得接着打，都这样。烟草对人身体的伤害众所周知，和中国一样，控烟也是众多国家的重要议题。那么其他国家为控烟都想出了哪些狠招呢？在英国，政府指派了专门的环境健康官负责监管，他们负责对相关违法行为发出警告，提供禁烟建议，并有权对屡教不改者开罚单。尼日利亚的禁烟措施则简单直接，如果在公共场所吸烟，违禁者将被判入狱2年。而不丹政府
于2012年颁布的新禁烟法规定，如果发现房内有人吸烟，警察有权破门而入，掐灭烟头。为了鼓励戒烟，韩国政府从2005年开始逐步实施戒烟休假制度。国家机关和私营企业的在岗人员如果决心戒烟，可以申请3到4天的带薪休假。而加拿大卫生部门更想出了一个绝招，他们聘请年龄在15岁至17岁之间的青少年做卧底，如发现有违反烟草控制法者，便会对其进行警告或起诉。刚才我说419万烟民，那总共执法人员有多少呢？执法人员现在是卫生执法部门进行，卫生执法的监督员有多少？1100多人。1100多人对419万烟民，对130万家各种场所，包括工作场合、娱乐场合。有的人说那不用那个，你现在不这次这个进行禁烟说有一条叫单位负责吗？各个单位都装上摄像头，根据这个烟的浓度监测，再有摄像头监控，说就能解决这问题。解决不了。你说单位负责，有几个单位的一把手负责人愿意因为抽烟这点事把下属都得罪了？也就是说，这种执法形式人少不说，还必然会带来很多法外之地。所以我说这一点来说，从执法层面来讲，难度重重。就你怎么办？比如说在宾馆里头人关起门来抽烟，你咋管？除非有人投诉。尤其还包括一些酒吧，往往都是晚上。你说执法人员晚上闯进去，人家抽烟可能就那么短时间，你调查取证都难。尤其这时候有的人已经喝差不多了，你管他抽烟，他都跟你干仗啊。所以就这些事情摞在一块，你就会发现范围太广，工作量太大，时间紧，任务急。所以以现在这么庞大的控烟过程当中，如果真有这样决心的话，就应该像刚才我说法国那样，变成什么呢？别光是卫生监督部门呢和什么其他几部门联合执法，最后一看着利益上来，一看着困难了，你推我，我推你，最后执行不下去。你像有的国家他明确了就说执法这个事儿就警察干，那警察他就有很大的监督作用。还有的明确就是环保部门和健康安全部门来干，那马上是有的放矢了，就这些人管呢。就说你这戒烟令很严，可是执行，而且你这个时候即使是评级部门或者对下级部门对各个场所管理，你人少这事儿多，那必然有管不到的。这一有管不到的，那可就给选择性执法提供很大空间，容易带来权力寻租。有人说那老梁照你这么说，这也都迟迟不能下狠心，那中国这个控烟得什么时候实现呢？我们这些吸二手烟的人什么时候能够避免这危害呢？我们应该循序渐进来，关起门来自个儿抽烟你挺难管，但是毕竟得迈出这一步，因为工作场所其实也是公共场所。和欧美国家通过严格立法控烟不同，日本并没有全国性的禁烟法律，而是通过健康增进法等其他法律间接控制，要求公共场所提供优良健康环境，并授权公共场所拥有者和管理者制定禁烟措施。和我国情况类似，日本的烟价低，烟民多，几乎5个人中就有1个人抽烟。路上大量的香烟自动售卖机也为烟民提供购买便利。尽管如此，在日本却很少看到公共场所随意抽烟的情况。2002年，东京率先禁止在公共道路上吸烟，并在一些路上设置禁烟标志，违反者当场罚款2000至2万日元不等，约合100至1000元人民币。此后，东京都各区和其他城市都开始实施道路禁烟。日本人很少遇到被动吸烟的问题，因为为方便烟民解决燃眉之急，地方当局在户外设立吸烟区，多数公司也允许在指定吸烟处吸烟。例如日本的餐馆，有些会明确区分可抽烟或不可抽烟，更多的餐馆则会在门口标志禁烟席与吸烟席，以方便对烟民就餐等进行有力疏导。那么现在要真想打破以往的惯例，我认为最有诚意的方式是什么呢？马上对执法队伍进行加强，就是卫生执法人员不够，应该把这个范围管理这个事儿扩展到整个公安部门，由警察来管。这样的话，才具备威慑力，才有更多的执法人员
来管这个禁烟这个事儿，把这禁烟令执行到底。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带头禁烟有关事项的通知。那么这个通知核心是2个字：禁烟。这个通知它不是独立的，它体现了我们中央政府在遏制三公消费、防治腐败、转变工作作风上一个非常清晰的思路。从禁酒到禁烟，这是一个一脉相承、水到渠成的事实。有很多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其实已经注意到了，这次我们说这个禁烟和以前禁酒之间这种关联。在2012年的年底，当时的中共中央已经出台了相关遏制三公消费方面的规定，其中有8项规定，有6项禁令，中央军委呢还出台了10项规定，这里面都对三公消费当中一些浪费的现象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批评建议。那么其中中央军委的10项规定里明确提出来，不准搞宴请，不喝酒，不能上高档菜肴。那么有人说，为什么先提这个禁酒，现在才提禁烟呢？中国不有句话吗？叫烟酒不分家。其实这反映了酒和烟在三公消费领域内不同的一种意义。我们看这个酒，一般来说呀，烟酒不分家往往指着喝了酒之后你要抽烟。咱们都说无酒不成宴席，也就是说酒在这个宴请过程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我们也知道三公消费在餐饮这块吃喝风的大头往往在宴席这块，而烟呢还算不上大头。所以说先是禁酒，然后再禁烟，先抓大头，然后再往下理顺，这应该是一个非常正常的思路。也就是说，在三公消费的现象领域之内，酒的意义要比烟要重。现在禁酒我们已经看到了，已经取得了可以说非常明显的效果。而且我们看像茅台、五粮液呀这样知名度比较高的名酒，比较贵的酒，现在这个销量包括它的价格都大幅度的下调了，见到效果了。那么现在烟的问题它提上了日程，所以现在中共中央、国务院2个办公厅联合下发了这个领导干部在公共场所禁烟的相关规定。那么这个规定远远不止我们刚才说的它从腐败角度、遏制三公消费这角度的意义，它首先有一个明确的向外界发出的信号，那就是禁烟。这个禁烟首先在于我们要表示政府对控制烟草的一种态度，这是有相关背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在我们国家很多地方啊，它的烟草消费往往是当地的利税的一个大户，很多地方呢是非常依赖卷烟厂的利税，往往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体现的依赖性非常明显。所以这也事实造成呢，中国已经加入了国际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已经有好多年了，但是事实上在控制烟草这我们做的并不理想。你比方说好几年前我们就出台了有关在公共场所禁烟，可是你现在看呢，好多公共场合啊依然有很多人在抽烟，尤其是出现了很多低龄的烟民，这个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整个身体健康的威胁是非常大的。你像有的地方烟草的广告依然随处可见，所以针对这一方面呢，我们政府要表态。因为国际烟草框架公约召开过几次会议上呢，中国已经2次获得了脏烟灰缸奖，就说你们国家控制烟草不力，咱们得了2次了。就是国际上已经对中国禁烟这方面提出了批评，就说你做的不好，不够到位。我们取得了一定效果，但是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就是我们好多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吸烟，咱们如果看电视，有些细心的观众朋友会发现，甚至上了电视，很多领导干部视察，手上还夹着一根烟呢。有很多基层公务员也表示说，我们抽不抽烟呢，不在我们，就看领导。你比方说开会，如果领导不抽烟，基本上这会议室里也没多少人抽烟。领导在那吞云吐雾，你看大伙都掏出来开始抽了。所以就说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你会议室也是公共场合嘛，就是他是否吸烟，这将会起到很大的一个示范作用。所以呢，我们现在政府要表示领导干部带头禁烟，
因为我们在这个控烟领域啊，很多地方做的并不到位。你比方举个简单例子，就像在烟盒上要有1/3的面积写上吸烟危害健康，或者有那个骷髅头的一个标志，在这方面呢，我们中国的这个烟草生产企业还做不到。所以结合几项指标，我们加起来看呢，就是政府在这方面要起到率先垂范的作用。所以让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禁烟，就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这等于首先表示了我们政府部门要在控烟这块要表态。所以不要让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吸烟，这是符合现在整个世界范围之内对控制烟草的大趋势的。当然这方面的表态呢，这只是一个面上的东西，它的里子的东西在哪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遏制三公消费。因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各个地方出的这些高档烟，它最终是由什么人来消耗？就说三公消费领域里面跟烟草有关的浪费现象，多数出现在高档烟上。某些领域里边，你比方说公务员的领域里，有的时候甚至都有这样的认识：吃点喝点怕啥的？啊，我就是吃一吃，喝喝酒，抽抽烟，怎么了？恰恰是这样的现象，老百姓都看得见，往往容易使我们丧失公信力。你看现在有个调查数据嘛，中国的男性公务员61%吸烟。那么这个吸烟一方面呢，表示在控烟这方面做的不成功；另外一方面，会容易给老百姓造成这样的印象，就是公务员他们怎么动辄就抽中华呀，抽高档烟呢？所以老百姓会自然而然的把三公消费领域里的这种浪费现象、不合理现象和腐败直接画上等号。所以我说禁烟禁酒这不是小事儿，这关乎我们政府的公信力的问题。那么咱们看高档烟的现象，我记得几年前曾经有过一个天价烟局长周九庚被网友给揪出来了，他抽的是1500块钱一包的烟，一盒就得150，这是首次在这个网络上把烟草这方面和腐败联系到一块儿。自打以后呢，咱们有的部门呢确实很重视这个事儿。我记得这个国家烟草局就出台过关于这个控制天价烟，就说这个天价烟呢，你这价格一条不能超过1000块钱，也就是说一盒烟不能超过100块钱。可是什么人在消费天价烟？也就是说消费天价烟的人，他不是掏自个儿钱买的，你没有解决源头问题，反而呢你不让他超过1000块钱，哎，到刺激了天价烟消费。为什么？以前你花800、900块钱买不了最高档的烟，现在控制它在1000块钱以下，800、900块钱我能买到最贵的烟了，反而把天价烟的销售量给刺激上来，所以没有实际上起到这种消费力。有的可能这个公务员说这抽个烟这还这么大事儿，因为在中国人心目当中这个人情啊，有时候和烟往来的很密切。你比方说啊，两个人一见面，你要求他办事，往往不好张嘴，要把烟递上去了，这事可能就好办了。你比方说我求人办事，哎，把这个好烟掏出来，来，您来一根一抽，哎呀，这个焦油含量低，这个烟口感是不错的。哎，我说这烟是不错，我儿子挺孝顺，一直就给我买这烟。哎，今天您尝尝这个。哎呀，有这么个事儿，我儿子这个工作呀不太理想，你看找着话棒了，这事儿可能就能张个嘴。所以很多人呢把这个当作呀人情往来的一个敲门砖，而且烟草本身也有可能是直接的腐败。为什么这么说？你看啊，这个机关消费的高档烟它都是从哪儿来的？咱们国家实行烟草专卖制度，零售啊批发呀都得有许可证，所以它不可能直接到厂子里边。有人说哪个厂子给特供什么烟，这个厂子里头是不能直接销售给机关的，因为我们烟草得专卖。如果要说这个工厂它本身烟厂获得了烟草专卖许可证，那才可以卖。但是中国绝大多数的烟厂是不能直接销售烟的，它得通过烟草公司，就是我们说这是中国的烟草专卖制度。那么有人说，那我到零售摊上去买不行吗？基本上到零售网点去买高档烟的这样的部门，它只是应急，因为你这么买，它零售的价格很高，它也知道省钱。绝大多数是通过烟草公司的内部渠道弄出来。第一个呢，你多买少算，
整体量大，我可以少花点钱。第二个呢，是这个渠道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这个过程就出现问题了。在买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时候开那发票都是什么会议费用、餐饮费用、办公用品费用。也就是说，你很难从政府的3公消费账单当中直接看到高档烟的消费。所以以前我们看呢，抽烟，大伙打开你敬我一支，我敬你一支。到后来发展成呢，开会也给发烟，吃饭也给发烟，甚至招待每个房间，原先放几包烟，现在都放1条烟。所以我说，这次关于禁止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抽烟这样的规定，就是不准你在接待过程当中去敬烟，也不准给准备一些高档烟草。我倒觉得这个呢是符合民众对反腐败的这种期望的，同时也是从源头上遏制一些腐败。我们讲深层次的腐败要借助于反腐机关去深挖，那么浅表这些腐败，你像酒了和烟了，那么在这方面做出相关的规定，是有利于转变工作作风，树立好政府的公信力的。所以我说，这个措施它其实是和禁酒这方面一脉相承。那么除了我刚才说这个，政府要表示在这个戒烟框架公约这一块呢，政府表示出自己的态度。再一个是遏制3公消费当中的腐败现象。除了这2个意义以外，这次这个戒烟令还有第3重意义。什么意义呢？它也是18大精神的一种体现。我具体的给大家说，你看禁酒大概这1年多立竿见影。咱们现在看茅台，那过去1瓶卖到2000多，现在腰斩1半以下，800-900块钱就能买到了。而且你看茅台、五粮液，这国内高档酒的这业绩普遍不好，股票都直接往下跌。这说明什么问题？尽管以前这些酒的这个董事长什么在那这个经营的好，管理的好，是那么回事吗？不全是。假如说3公消费里头公款不去吃喝的话，茅台酒、五粮液这样酒哪有那么高的销量？老百姓里头有钱的，他也知道自己钱不是大风刮来的，花着不那么肆无忌惮。那么禁酒这1年，你看看立竿见影，这些高档酒的销售业绩直线下滑，这说明问题。那么烟同样是这个道理，很多地方烟厂它的销售利润往往依赖于这一块。也就是说，禁酒你会看到很多酒厂销售量不行了，有的倒闭了。禁烟之后，你会看到很多这个烟厂，它在高档烟销售这块也会直线下降。中国现在烟草年销售额在400个亿以上的有9个品牌，有很多大家很熟悉的，你比方什么武汉的黄鹤楼啊，这个甘肃的兰州啊，什么浙江的这个大红鹰啊、利群呐、等等等等。中华1年的销售额多少？1180亿元，这更是这里边的翘楚。就假如我们现在不去消费这些高档烟了，我相信这个业绩的水分都会被挤出来。所以我说，如果禁烟之后，你再看看这些烟厂的效益，它可能就会直线下降。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地方对禁烟它不积极呢？它和政府密切挂钩。你比方云南1省的财政收入，就利税收入1半以上是烟草企业贡献的，什么玉溪呀、红河呀这些地方贡献的。好多地方财政依赖于烟厂的效益，所以你让他地方政府主动去控烟禁烟，他没有这个积极性。尤其到某个地方去，他往往供给你的不是说全国各个地方都有像中华这样烟，而是地方的。我地方烟厂出的高档烟，我抽这烟还起到了扶持地方企业的作用，还体现你看到我们这儿，我们有我们的特产招待你。所以明明是3公消费，却有了诸多扶持企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进 GDP 这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也就是说，很多烟厂、酒厂，它的繁荣不是市场无形的手给你推起来的。所以我们这次18大关于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里边就明确提到，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当中的决定性作用，不能什么事政府的手推动。根据18大精神来看，应该要市场无形的手来左右现实当中这些问题，而不是用政府有形的手去直接推动。所以
领导干部在公共场合带头禁烟，也体现了18大的一种精神，就是烟厂酒厂作为企业，它的效益，它的整个营销指标应该由市场去配比，而不是用政府采购这种形式来推进的。何况这种政府采购还是三公消费的浪费现象，它有可能是滋生腐败的一个土壤。所以我们说这一次禁烟相关的这个通知的出台和前面禁酒的一些规定，它是一脉相承。第一个体现了政府在控烟这方面的决心，第二个体现了政府遏制三公消费的决心，最后一个其实也是隐性的体现了18大决定当中关于市场在配置资源当中决定性作用的一种体现。所以我们说这一个通知，我们可以从这3个角度给予解读。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对外表示，今后中国工程院征选院士的时候，不再接受烟草科技领域的候选人，但是对于已经当选了的谢建平院士，尽管有多达100位院士联名呼吁把他的资格撤销，但是旭日干表示现在不能撤销。这使在2011年12月份发生的烟草院士事件再度走进人们的视野。烟草院士评选究竟有何隐情？降焦减害的科研成果又为何被指虚假宣传？这是一个完全荒唐的命题。低消油，我们称之为黑的、洋平的麻。每年数十亿税收，数千万的就业人数，经济地位是否成为烟草业的免死金牌？影视、广告、慈善，巧立名目的烟草宣传到底该如何封堵？本期老梁观世界为您讲述控烟真难。什么是烟草院士事件呢？我得把这事给大伙简单复述一下。在这个2011年12月8号，中国工程院新增补的院士里，有一位叫谢建平的。这个人是干什么的呢？他是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的副院长。他的主要研究成果是什么呢？降焦减害。什么意思呢？就说他研究的是现在不是抽烟的人多吗？他怎么想法把这烟里边的危害给降低？怎么降低它的焦油含量，或者往里加上一些中草药来中和一下烟里的有害物质？他是研究这个的。你听着好像觉得这也是好事啊，让这个烟民对烟失去兴趣，说焦油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了，抽着没劲就不抽了。再说这焦油咱都知道这不是好东西，它越能往下降，这不是对人体危害越少点吗？再至于减害，说往里搁中草药中和一下有害成分，这不也不错吗？你要乍一听觉得他这个研究这事利国利民，可是呢却遭到了很多有识之士的反对。这个低焦基本上几十年前都被西方国家完全否认了，这是一个完全荒唐的命题。低焦油，我们称之为黑的、洋平的麻。2011年12月8日，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谢建平获得中国工程院颁布的院士称号。这一称号立即引发舆论的一片质疑，他的科研项目卷烟、降焦减害也被很多人认为是个伪命题。中国抗癌协会科普宣传部部长支修义教授就指出，从表面看，低焦油含量香烟比高焦油含量香烟要好，但烟民吸入的焦油含量与香烟的焦油含量并不成正比，因为尼古丁是吸烟成瘾的关键因素，香烟的焦油量降低，尼古丁也随之大量减少。为维持一定水平的尼古丁量，吸烟者很有可能通过加大吸烟量来增加自身的满足感。而烟草燃烧又是个极为复杂的化学反应过程，由于无法控制这些反应过程，自然也就无法通过降低焦油量来控制有害成分的产生。据科技日报报道，美国癌症协会在通过长期研究后得出结论，与吸无过滤嘴或高焦油卷烟的烟民相比，吸有过滤嘴或低焦油卷烟的烟民肺癌发病率并没有明显降低。大家都是方舟子称，降焦减害不但不能减少吸烟对人体造成的损害，反而会因虚假宣传吸引更多烟民，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对此也早有说明，称烟草制品使用低焦油等词语属于虚假，
误导、欺骗。2012年5月29日，近100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呼吁撤销谢建平的院士资格。有人说这是不是同行相轻呢？不是，咱们先说这降胶。咱们现在国际上呢，就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有一个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这里边呢，它做了明确的这种宣传，就是说所谓的降低焦油含量根本不是，就是说你抽起来就无害了。所谓低焦油和中度焦油抽起来危害是一样的，你该得肺癌得肺癌，该有什么病有什么病。所以降焦这个呢，是属于一种很有诱惑力的宣传，说我这烟呢比你那危害低，你抽我这吧，其实是一种商业行为，并没有降低它危害系数。就跟我们说这有毒的东西，你吃这一点也中毒了，吃这一堆也中毒了，道理是一样的。至于减害，这个更加是一种令这个世界控制烟草这方面的人士感到齿冷的一种说法。所谓减害是指什么呢？就比方国外也有这情况，说这烟呢，它不里头有不少有害物质吗？包括尼古丁在内。那我在这烟里掺加一些有用的东西，把它中和掉。中草药它得按照一定程度，或者是煎服或者怎么着，你喝下去才有用。你如果加到这里头，点着了，都烧成灰了，你把那是烟吸进去，它有没有用呢？没啥用，多数时候所以这是一种虚假宣传，来吸引你说我这烟呐，你别人抽别的烟有害，你抽我这有用没什么害。它类似于呢，说我这烟巧克力味的，我这烟果味的，香草味的，吸引一些妇女和孩子来抽这烟。有数据显示，我国 3.5 亿烟民中至少有3000万名女性。一些厂家甚至针对女性烟民推出各种香型的卷烟。但是香烟对人体的危害并未因添加了多种口味而改变。有专家表示，吸烟妇女发生宫外孕的危险比不吸烟者高 40%， 患子宫颈癌的几率高 50%。中国医学论坛的一项调查显示，孕妇每日吸烟超过10支，早产儿发生率 44.8%， 是不吸烟者的2倍。女性吸烟者呢，她有她的特殊性。认真的早期吸烟的话，她会一个是影响胎儿的发育那么胎儿本身将来就患呼吸病的这个风险就会增加。所以你从这讲降焦减害不可能成为控制烟草的一种现实。所以谢建平研究这个谈不上利国利民，你要通过这个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受吸引说抽这个烟也没啥危害，说这个甚至还有中草药，那我就抽呗，反而会使更多的人加入烟民的队伍。所以你这样的话，更多人抽，这不等于慢性自杀吗？把这种做不到利国利民的，仅仅是用于商业宣传的一种科研，把它抬高到院士这个高度是适当的。谢建平入选这事，咱们说很多老百姓不懂这道理，怎么还能这谢建平最后就进入了中国工程院，当上了院士呢？其实这个反映现在中国控烟一个非常复杂的现实。首先一个，咱们说财政收入，咱们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大概有 7%到 8% 来自烟草行业。咱都知道什么红塔山呢，是什么红河呀之类的，这都是云南的企业。过去他们这烟全国各地卖的相当好，所以是绝对的利税大户。再有一个烟草行业呢，一年大概全国有将近6000万人从事烟草行业，有这个种烟草的，有最后做卷烟的。你如果控烟，这6000万人的利益会受到很大损失，怎么去平衡这个？所以我说这些问题都是现在我们必须要面临的，形势非常复杂，各种利益错综复杂。有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烟草业累计实现工商税利7529亿元，占全国总税收的 7% 到 8% 左右，居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首。除了直接的税收贡献外，据新华网报道，全国现有130万种烟烟农，500万卷烟零售商，与烟草生产经营直接相关的劳动人口超过2000多万。烟草行业在保障就业、增加收入方面具有一定作用。然而，烟草业发展的负面效益也不容忽视。2012年5月31日世界无烟日，卫生部部长陈竺表示，
烟草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对税收所谓的贡献。我们的专家系统早就已经说明，这个烟草造成的健康的经济损失已经超过了它对税收的所谓的贡献，所以说在经济上它都是得不偿失。但是不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呢就没有进步？这些年呢，咱们在其他和这个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合作之间也有了一定进步。你看，在2008年南非德班会议上呢，他提出哪3条？第一个，说是不能让烟草企业影响这个国家政策、公共政策。第2条呢，是说呢，就是我们要杜绝烟草行业在慈善领域这些作为。其实这个呢，咱们正在一点点的呢实现。为啥？你看，有的这个烟草行当不限制他做广告吗？他开始往慈善领域渗透。你看这儿建个希望小学，那儿搞什么工程借机会宣传他这烟草品牌。在这一点上，咱们这些年做的成绩不错。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吧。你比方说2008年11月份的时候，那个汶川地震之后呢，这不有很多企业搞慈善吗？这个时候呢，咱们民政部搞个中华慈善奖。中华慈善奖原来要评的里头就有中国烟草总公司，因为他捐款捐的比较多，后来考虑到这个问题，把他的名单撤了。就说你做慈善，你拿的钱再多，你是烟草行的，你对人类有危险，不行，这是一个事。再一个，上海世博会召开之前，那个上海世博会不有个中国馆吗？这中国馆捐款，当时中华我们都知道中华烟那一家给拿了2个亿捐款，最后呢世博会组委会给退回去了，就不要你这钱。然后济南那届全运会大概有6到8家烟草公司捐款赞助，最后把这钱也都给退回去。就说我们现在在慈善领域之内已经做到呢，不接受你这方面的东西。为什么呢？你想烟草这行当本身来说对人的健康是有很大危害的，就慈善的善款来源我们也要追究。再一个呢，就是他大会也说，在这个影视和这个宣传上不能让这个烟草以任何的形式以广告形式打进去。可是呢，这些站都有办法。你比方我是生产烟草的企业吧，好，我现在注册，我扩大经营范围，我也搞房地产，我也搞物流什么的。然后我说我这公司是一个大公司，不光干烟草的，然后我为我这公司做广告。所以你看着有一阵电视什么鹤舞白沙我心飞翔，什么打红缨，什么利群还有什么一匹黄山天高云淡，那个地方马上讽刺的天之骄子笑看风云淡。但是这几年我们在电视里基本很少看到这个，这应该说是管得不错的。再有像影视作品里头，你比方说这个钢铁年代那个电视剧陈宝国演那个，还有一部电影在国外获奖叫钢的琴，一场里头大概有1/4左右镜头里带抽，这对青少年产生不利影响。包括让子弹飞姜文不少片子里头嘴里叼根烟，这个控烟协会也提出批评。还有高一锡导演导那《新上海滩》里边那个黄晓明大帅哥演的许文强，哎呦，那抽烟抽的简直夸张到什么程度？中枪子躺着都要死了，还摸出根烟，人家死了都要爱，他死了都要抽。你看有不少青少年看了说你这里的哪个人物在那抽烟，尤其英雄人物，有人就模仿，孩子一模仿他也抽烟了。因为孩子嘛，他现在毕竟他是学习效仿这个过程，那么这些吸烟的镜头呢，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能他们就真会觉得是不是通过这个吸烟来这个解除自己的烦恼呢？比如说电影《风声》当中有一个镜头，烟草镜头长达15秒，这个对于青少年的影响是巨大的，危害也是巨大的，因为这样呢会加深青少年对于吸烟行为的一个认可度，也会造成诱导更多的青少年来尝试吸烟。像这样的事儿，控烟协会也提出批评。现在呢，咱们相关部门盯紧了。而前一段时间呢，这个将爱情进行到底，失恋33天，这电影获奖了。为啥？从头到尾没有一个抽烟的这种镜头。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和这个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组织呢进行合作呢，获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和这个世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组织呢进行合作呢，获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现在咱们本来应该在2011年就达到的公共场所全部禁烟，现在看没有做到。咱们现在走到户外，你看看公共场所得有多少人在公共场所抽烟？
就是这个意识观念还都没有做到。2003年11月，中国成为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第77个签约国，并承诺2011年1月9日前在室内公共场所和室内工作场所实现100%禁烟。然而，据调查，这项承诺推进的并不顺利。一份网络调查显示，当看到餐馆有人吸烟时，41%的人选择继续用餐，19%的人选择换一家餐馆，只有2.3%的人会主动进行劝阻，而其中还有15%的受访者反对在公共场所推行禁烟。同时，很多商家也表示，因怕流失客源，当看到有顾客吸烟时，也并不会主动制止。抽烟的客人占绝大部分，全部都设成为无烟区的话，对我们应该是有影响。你会得罪一部分顾客，你也会流失一部分顾客。为了不得罪顾客，让他们抽烟。据资料显示，截止2012年5月1日，广州仅开出了4张控烟罚单，宝鸡开出9张，上海开出17张，而北京竟无一例罚单。我就觉得现在呢，中国的控烟呢特别难。要想突破这诸多难关，首先一个舍得割肉，就烟草行业确实利润很大，但是现在算总账咱是吃亏的。一年烟草行业利税，假如说达到几千个亿的话，你再看看因为抽烟的人牺牲健康甚至损失性命，以这个为代价一比呢，他的损失远远大于几千个亿。所以你要把这个账整个算起来，在国强民富之间找平衡点的话，烟草行业就应该一点点限制它。那么作为老百姓来讲呢，咱们当然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有一点我跟大伙儿的掏心窝的话说，有的人说我抽烟怎么了？抽烟又不犯法，凭什么禁止我这个那个？我有我的自由。哎，您是有您的自由，可你仔细想想，你抽烟，你愿意损害健康，没人管你。那旁边抽二手烟的招谁惹谁了？再咱们说的更进一步，家里边有不少朋友戒烟咋戒的？老婆跟他说别抽烟了，咱们得要孩子。哎，那能戒了。有人管这叫封山育林啊。还有的什么呢，在家里抽烟，老婆说你别抽了，你看孩子我一天让你给熏的，说不行，我在家里不抽，到外头抽。你这多有毛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你老婆那是女人得保护，人家的老婆就不需要保护啊。你孩子需要保护，人家的孩子就不需要保护啊。自个儿家不抽，到外面抽去，害谁去？烟气吹过来特别的难受，这说也没有办法，那你这是他是要吸你有什么办法？甚至在电梯里面都有吸烟，闻的那味道不舒服啊，有时候会熏着眼睛，想跟他说让他别吸，但是也怕被他狠塞一句过来，不知道，就是只能忍着吧。所以说咱们每个人呢也应该积极的琢磨琢磨。我奉劝是所有烟民都戒烟，跟大伙说我在这方面2005年我抽了10多年烟，我戒了，到现在为止这已经是8年了，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戒烟对我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而且有的地方说公共场所禁烟，有的饭店老板说反对，你不要抽烟，饭后一支烟快似活神仙，这顾客不来了。这几年我们就发现，原来反对戒烟的一些个娱乐场所的老板、饮食场所的老板现在开始同意了。为啥呢？你看啊，咱们在这一桌吃完饭把烟点上，一抽上烟咱就开始聊天，慢慢腾腾，这一顿饭比如吃1个小时，加抽烟吃1个半点。如果公共场所禁烟了，吃完饭这1小时就走了，剩这半小时这桌空出来了，这新客人又来了，他翻台率不提高吗？反而老板赚更多的钱了。所以现在有老板琢磨过来了，哦，这比过去还强呢。应该的，应该把它停掉。应该是这样，一切公共场所都不应该抽烟的。有这个规定出来的话，可能会对大家有所帮助。目前国家“12五”规划纲要中提出，在未来5年将人均期望寿命提高1岁。规划纲要还首次将控烟纳入议事日程，提出今后3年我国将研究制定全国性公共场所禁烟法规，推动地方加快公共场所禁烟立法进程，制定出台公共场所禁烟法规。而卫生部部长陈竺也呼吁，提高中低档烟的烟价是卫生部下一步的控烟工作要点，因为这将会减少青少年的吸烟率。同时他还希望借助医改推进控烟，将戒烟咨询服务纳入医保费用，将戒烟药物纳入基本药物目录，在3级医院中开设戒烟门诊，
将控烟履约工作放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大局中，统筹推进。所以我估计随着社会发展呢，咱们每个人会一步一步的认识到，公共场所禁烟的好处，个人戒烟的好处。我是希望经过循序渐进，有那么10几年、20几年，中国人受到烟草的危害就会进一步降低。我们应该像重视环保一样来重视控烟，做到这一点了，我觉得中国的控烟也就不难了。